对不对？坊间流传着一种说法，从美国一直到中国，都有一种说法叫2027年统一台湾啊，别等什么2028年的大选了。中国的国师金灿荣先生近日也表示，他同意美国的这个预测。我们先来看看说2027年为什么是最好的时间窗口呢？郑丽文主席呢，在2025年党主席竞选时就曾直言，如果国民党无法扮演扭转乾坤的角色，台湾地区可能等不到2028年的和平选举。这番话一出呢，当即在岛内引发了轩然大波，绿营呢更是怒斥其被统战。而此后呢，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啊，成功举行了习政会，反倒为他呢在大幅的拉高了岛内的人气。如今冷静思量，郑丽文的这番话实则是戳破现实的大实话呀。复旦大学的教授张维为曾经在武汉大学的演讲中谈及两岸统一，直言台湾不会有下一次大选了，说不定哪一天一觉醒来，台湾就已经解放了。话虽直白，却道尽两岸统一的历史的大势。眼下岛内2026年9合1的选举角逐呢是日趋白热化，媒体呢也纷纷聚焦国民党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潜在人选啊。说这个4月27号呢，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对此回应称台中市长卢秀燕、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、台北市长蒋万安均在讨论范围内，还打趣道，也有好多人问我要不要参选。当被问及卢秀燕是否是最佳候选人时，郑丽文表示，卢秀燕、韩国瑜、蒋万安被党内热议已是公开的事实。而岛内也这个公布了最新的民调显示，2028年蓝白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的支持度中，台北市长蒋万安25%领跑，台中市长卢秀燕19.7%，而郑丽文的支持度仅为4%。这一结果呢，颇为出人意料，也让不少大陆的网友调侃，岛内的民调如同台海局势一样，向来是风云突变，难以琢磨呀。那眼下呢，这个政坛中真正能够带领台湾民众改善民生、谋取福祉的，唯有郑丽文。他也是国民党重返岛内执政的唯一希望，其余的潜在人选皆受限于孤岛思维，思想有被固有的认知禁锢，看不清两岸发展的现实，根本难以肩负起推动台海局势变革的使命。倘若接下来国民党未能够坚定的拥戴郑丽文，颓势呢将难以扭转，岛内的舆论与政治风向呢仍会由民进党主导。那么基本可以确定，台湾地区将不会有2028年的所谓的大选了。现在美国对华的那个政策是这样的，就是第一，他现在首先呢，真的想把北美周边几个国家吞并。老特已经明确讲了，要把加拿大变成他们家51州，要吞并格陵兰，要吞并巴拿马运河。这不是说了完了，是真的要做的，知道吧？他的目的是把他们家的那个本土根据地扩大1倍以上，这样以后中美决战他有优势。第二个就是他现在正在做的拉俄罗斯，因为在老特心目当中，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有战略自主性的就3家：中国、美国、俄国。3家里面，他把俄国拉过去，联俄制华，他不战略上就赢了嘛？所以最近是不是他拼命这个牺牲乌克兰，压乌克兰让步嘛，讨好普京嘛，知道吧？他目的就是这个，把那个俄国拉过去，这样他主动啊。还有一个，他就整顿盟友，他天天训人家欧洲啊、日本啊、加拿大呀，那个不是说他不要这些盟友了，他要整顿他们。为什么要整顿呢？就是因为他觉得这帮盟友军事上靠不住，就是过去80年、45年到现在，军事上都是抱美国大腿，知道吧？那个让美国做保安，而且就是主要是美国自己出钱嘛，美国很生气，知道吧？他一看中美以后要打仗了，然后这俩盟友都成了妈宝了，这打仗指不上了，知道吧？他还没动手，他就拉我后腿，那不行，他天天骂他们，就给他们都提了要求，说把你们那个 GDP 5%给他当国防经费嘛。这就是美国现在的做法啊！美国老特其实在认真的准备跟我们对决，办法就是这个，
国内他现在也在协调，把国内制造业回归搞强大一点。国际上呢就是这样，控制盟友，控制周边，是吧？拉俄罗斯，像万一最后对决不就是有主动性嘛？西方我们天天在讲嘛，西方指谁啊？大家知道吗？我给大家一个定义啊，西方指三大四小，三大就是美国、欧洲、日本，四小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以色列，他们叫西方，其他都不是西方，知道吧？西方是个很小的封闭圈子，然后决定西方地位是那个三大，不是那四小，四小就是啦啦队、起哄加秧子了，知道吧？三大里面告诉大家，现在两大不行了。这个老大美国没问题，力量还很大，可是美国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将，欧洲日本真的不行了，是吧？总量下降，新技术跟不上，传统优势守不住了嘛。我要提个劝告，就是欧日都在下降，其中日本会降得更快。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欧洲块头大呀，块头大它不是下降就时间长一点嘛。因为欧洲是现代文明发源地，对不对？从现代化角度来讲，欧洲可是老财主啊。老财主不要跟他比富的，没准他们家是吧？树底下一挖，挖到那个他爷爷埋的9罐银子呢，是吧？家里仓库一找出一文物呢，是不是？他们家有点宝贝的。日本暴发户他没有这个宝贝。还有一个啊，欧洲毕竟是美国白人的故乡吧，美国怎么讲也是把他当亲戚要帮一帮了，对不对？日本到一定时候美国会扔掉的，知道吧？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日本，是吧？就是现在可不要移民日本了，知道吧？因为这国家没有前途了，移民日本绝对是人生错误啊！今天移民日本，就是45年参加伪军，49年参加国民党，知道吗？很蠢的。最后我集中谈起一个台湾问题啊，截止到今天呢，其实我们党中央从来没有宣布时间表，但是呢，现在美国人呢，他们比较多的人预测啊，我们有很大的概率27年解决。这个美国现在说的特别多啊，他的依据这么几个。第一个呢，他们就认为啊，那个我们内部已经发通知了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他一些事实依据，他就认为中国现在做了很多准备，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国的那个物资储备。我们中国呢，大概有20%的那个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是没有的。结果中情局现在发现，几乎所有的重要资源，中国的储备都超过了20年。他说这就是准备世界大战的，因为商业储备准备个半年就够了嘛，对吧？因为储备是非常花钱的，这不是要世界大战了嘛，对吧？另外呢，就是他们美国研究中国的那个政策比中国人还细致，对吧？我们开完比如三中全会，那美国人特别认真研究啊。我们20届三中全会是不是提出一个词，我们自己都没注意啊，叫战略备份呐。所有的战略产业都在内地得有个备份，这也是世界大战的一个准备嘛，对不对？另外当然就是军事装备采购，你在买什么东西，部署到哪个部队啊，它就可以推算你什么时候用嘛啊。所以这些东西合在一块儿，现在结论就这样，就是中国呢，中央是没有宣布时间表的，而且反复强调优先和平统一的啊。但是美国人一直在说27年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呢，我是同意美国这个判断的，我觉得27年概率特别大，所以大家都得做好准备。27年那个地动山摇就来了，是吧？祖国解放战争最后一战开始，台湾问题肯定是武力解决，但这个武力也可能就比较轻松，就是封锁吧，封锁2礼拜，他没吃的没喝的，他那个有可能这个这样啊，但也可能打那个，但是他这叫非和平手段解决。我认为，台湾拿回来虽然付点代价，它很值得。从外交上讲啊，台湾拿回来，东盟国家肯定是跟我们走的，不会跟美国制裁我们。为什么呢？东盟国家都是机会主义国家，现在经济上都跟我们赚钱，但是安全上现在都还是靠美国的。但如果台湾拿回来，他就知道美国这个安全上靠不上了嘛，对不对？每年给你交保护费啊，来了危险，怕你跑得比老子还快，我还指望你啊。对不对？所以我认为啊，台湾解决之后，东盟是跟我们走的。那么东盟跟我们走，其实南海就在我们手上了吧？就是我们内海了吧？南海是我们内海，下面的结果是什么？日韩必定投降。日韩大家都去过，对不对？日韩生活水平截止到今天还是比我们好一点，
但是日韩呢是物资极端缺乏的国家。我刚才讲我们那个矿物质，那个化学元素缺20%，日本是缺90%啊，知道吧？日本是真可以掐死的一个国家，这是一个基本情况啊。日韩生活水平比我们高，但是物资极端缺乏，所以它必然高度依赖海外物资，海外物资高度依赖海运，是吧？那日本是没有陆路的嘛。韩国呢是半岛国家，本来有陆路，但是因为它北方那个兄弟跟他闹翻了嘛，它没陆路。韩国是个人造的岛，知道吧？挺可怜的。好，结论就出来了，这两个国家高度依赖海外物资，海外物资高度依赖海运，而海运85%走南海，所以南海成了我们内海以后，是不是日韩的生命线在我们家手上？结论，日韩必定投降，知道吧？日韩投降，东海就是我们的呀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认为台海搞定，南海、东海搞定，上海就搞定。然后中国就进入有史以来最安全的时候。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，我们这些弱点呢，中央其实都在弄。粮食，我告诉大家，现在我们主粮的储备已经超过2年了，所以肯定没有问题。因为中国本身就是最大的产粮国，我们一年产量7亿吨，美国是第2名5亿吨，印度第3名3亿吨嘛，是吧？俄罗斯1亿多一点。中国现在有一种粮食储备技术，就是氮气储存，就空气里面那个氮。氮气储存的好处是什么呢？保鲜，但是惰性那个，所以粮食进去以后它不生长的，变霉不会，它是5年出来就是新米，知道吧？另外呢，藏粮于地，所以现在好多地方退林还耕，对不对？马兴瑞在新疆干得不错，就是因为他在新疆搞出700万亩耕地呀，知道吧？那个好，这是粮食，大家放心解决了。石油看来到27年可以解决。石油怎么解决呢？第一，我们在过去“十四五”啊，我们国土资源部对我们国土进行了，应该是继新中国建以来最彻底的一轮筛查，就找到了很多那个油气和矿物质，找到很多，那个就没宣布啊，石油产量，这个按照我这个信息，就是可以增加1亿吨，从现在的2亿到3亿，然后陆路运输啊。就是我们现在在中亚原来是3条管道，现在已经建好了第4条，叫地线 ，ABC 这里地线，就跟土库曼这里建的。另外就加了一个铁路嘛，叫中吉乌铁路。这样完成以后，到27年，我们可以陆上运输的石油从现在1亿吨增加到2亿吨，是吧？自产3亿，陆上2亿啊，这样就是5亿了，对吧？然后现在就是到处在推广那个新能源车嘛。对吧？全世界新能源车我们推广最来劲，对吧？那么它可以减少1亿吨的石油消耗，知道吧？这样呢又少了，最后其实就1亿吨的缺口。1亿吨缺口呢问题就不大了，我们那个煤变油就行了。中国的煤变油技术非常成熟的，只不过就是贵，就价格贵，知道吧？它打仗的时候那就不管了，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到现在粮食能源都解决了。过去100年了，中国人有个毛病啊，老觉得中国人最不行，这是五四运动形成了一个传统啊，以骂中国人为乐。五四运动这帮人呢，他们那个有一个东西我们肯定要继承，就是爱国主义，这我们要继承。但是他们有个态度肯定是错的，全盘否定中国文化。五四他们有一个什么方法论的毛病呢？他们永远把中国最坏的跟西方啊最好的比，而且不是比西方一个国家，是比23个国家，有22个呢是欧美发达国家啊，还有加一个日本，就永远把中国最差的跟那23个国家最好的比，说中国人不严谨啊，中国人马马虎虎，这个时候他一定比的是德国人和英国人，知道吧？这个时候呢，那个意大利人呢、法国人他就不存在了。然后说中国人啊，生活没有品味，这时候英国人就找不着了，意大利人就出来了，知道吧？很有意思的一个传统啊，很独特啊，五四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文化现象啊。中国的精神以骂中国人为乐，而且方法论就是这样的，永远把中国最差的跟那个23个成功的那个最好的比，知道吧？但是其实他们犯了严重的那个方法论错误啊！你方法论你得全面比较嘛，全面比较
还有其实是种族主义错误，就是第三世界作为人类在五四运动的精英层里面是不存在的，在他们眼里啊，他们就崇拜强者、列强啊，他们是种族主义者，知道吧？弱者他们都是看不起的。而且方法论还有这个特点啊，他骂中国呢就举3个例子，比如14人有3个坏人，他说全中国人都是坏人。然后美国3个同样的事情发生，那就是3个单独的事件。方法论是双标的。这种人现在在我手下当学生，本科都不让他毕业，知道吧？太严重的基本学术错误。也有网友问啊，说台湾问题刻不容缓，祖国究竟何时才能够统一呢？若民进党依旧一意孤行，这个推进台独，国民党始终疲软无力，难当大任，那么2027年将是两岸实现统一的最佳窗口期。2027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，也就是党的21大召开之年，既是推进祖国统一的黄金时期，也是反独促统的关键节点。同时这一年呢，恰逢美国与岛内的选举空档期，为了推进统一，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。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个主权在我，主动权亦在我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。你要知道，民进党继续把持岛内的政权，台独势力势必是变本加厉，外部的反华势力呢也会有恃无恐，岛内的年轻一代还将继续被台独思想洗脑，后果呢是不堪设想。若是国民党在郑丽文的领导下仍无法在岛内占据政治优势，赢得执政权，无法阻止台湾华侨分裂的深渊，大陆绝不可能坐视民进党继续推行台独，掌控台湾啊！因此呢，大陆必将在局势失控之前，以雷霆手段实现祖国统一，强力扭转台海的乾坤。如今的中国大陆有决心、有能力、更有实力实现这一目标。当下呢，台湾的首恶赖清德呢，正陷入多重的困境。面对是否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会面的抉择，面对大陆提出的10项涉台新政，民进党也陷入了是否接手的纠结。此外呢，赖清德近期窜访非洲国家这个斯威士兰的图谋惨败，不仅给民进党带来沉重打击，更让其自身蒙受了巨大的羞辱。同时呢，还面临着首个4年任期内出访碰壁的屡屡碰壁的压力，前路呢已然无路可逃。待到2028年赖清德谋求连任的时候，势必将面临空前的政治压力与对手的攻击。也有分析人士呢揣测，国民党内2028年的潜在的参选人选，韩国瑜、卢秀燕、蒋万安、郑丽文被视为热门这4位之中，唯有郑丽文有实力与民进党的赖清德一决高下，助力国民党重新赢回执政权。唯有推举郑丽文出战，国民党才有望在2028年的选举中胜出。为何呢？因为郑丽文呢兼具鲜明的领导风格，视野开阔，端庄大气，行事更是雷厉风行。其余的几位人选行事过于随和，缺乏选战能力，政治主张与民进党并无本质区别，还屡屡被民进党拿捏牵制。说内斗内行，外斗外行，向来是国民党的2大致命的弱点。选举之战本质上是你死我活的政治博弈，对手行事泼辣，自身便需更具锋芒，绝非温文尔雅就能取胜，这是选战的核心逻辑。显然，除了郑丽文以外，3位人选其政治主张与赖清德领衔的民进党大同小异，台湾的民众难以从中看到未来的希望，投票的意愿呢，自然也会大打折扣。从这个郑丽文当选国民党主席至今的表现来看呢，他恰好能够弥补国民党的2大短板，成功访问大陆的行为呢，不仅赢得了大陆方面的高度肯定与支持，更让岛内的民众看到了两岸交流的可能。现实来看，在台海问题上得到大陆的支持，远比受这个美国的影响更为重要。所以呢，若国民党无望赢得2028年台湾地区的直接选举，或者推出最终的参选人并非郑丽文，那么大概率的不会有2028的所谓的选举了吧？各位，你们对此是怎么看的呢？同意金灿荣先生的推断吗？
美国说对了，2027问题就解决。点个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聊。